先有日海军神风特工队忘我的一击换一件战术，后有日陆军不甘落后的反坦克刺雷，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昭和男儿做不出的武器。那这款敢和神风争第一的武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二战后期，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坦克威胁，各位列强大佬们都是各显神通，像苏联的莫托洛夫鸡尾酒，美国的巴祖卡，德国的铁拳，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而到了日本，却剑走偏锋，开发出了一系列让自己见上帝的反坦克武器，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四式反坦克刺雷，又叫马桶撅子。这款符合日军自杀式战术的刺雷，一开始并不是作为自杀武器来用的，毕竟人家又不傻，设计师是想让士兵像投标枪一样进行远距离的投射的。但是设计师转念一想，这刺雷为了能炸穿坦克，总重量已经有 5.3 公斤了，士兵能扔多远？10几米？就算士兵在10几米外扔得到，但也不一定扔得准，能命中坦克。况且10几米的距离仍是刺雷爆炸的范围，士兵一样会死翘翘。就这样，设计师经过不断的自我说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投射方式改成自杀式。四式反坦克刺雷总重 5.3 公斤，装药 2.9 公斤，弹体长280毫米，弹体圆锥基部直径203毫米，手柄长度 1.5 到 1.8 米左右，是一款采用空心装药原理的锥形反坦克炸弹。这家伙的所有爆炸物都集中在杆子前头的圆锥形铁罩内，为了防止意外引爆，会在套管边缘设置一个保险销，在圆锥弹体的底面上还有等距排列的3个支腿。从外观上看，刺雷就像一个3座的插销，等着插入坦克充电。空心装药技术是二战中应用广泛的技术，可以让弹药与目标接触前的瞬间被引爆，能增加爆炸效果的威力。而二战中有名的反坦克武器是美国的巴祖卡和德国的坦克杀手，只不过这两种装备都太高端，一般国家都把握不住，因此二战中大部分国家采用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反坦克手榴弹，比如苏联的 RPG-43 和 RPG-6， 德国的1型反坦克手雷，日本的3式反坦克手榴弹。只不过这种绝对的近战投掷武器一般只能投掷20米左右，这对于在弹火纷飞的战场上使用的士兵而言，无疑是九死一生的考验。另外就是这种反坦克手榴弹只有垂直命中装甲才能取得最佳的破甲效果，所以3式反坦克手榴弹在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其实很一般。日本也正是由于3式反坦克手榴弹不行，加上日军又有白兵突袭的传统，因此4式反坦克刺雷就诞生了。4式反坦克刺雷非常符合白兵突袭的特点，类似于一种拼刺刀式的武器，它的顶部有一根3刺状的支腿，别想太多，这可不是刺坦克的，况且你也刺不进去。这3根支腿长度大概有15厘米，目的一个是增强刺雷巨能破甲的威力，因为巨能破甲要有一定的炸高才可以，另一个是方便拿在手里当刺刀用，所以才有这3根刺，再加上长杆，4式的名字也就这样来了。另外，它的大长杆子除了可以为士兵提供些许的心理安慰外，它的两端分别装有弹头和钢刺，整个反坦克刺雷的长度超过2米，士兵双手持握杆子用力刺向敌人坦克，一旦刺中坦克，刺雷撞针就会引爆战斗部 2.9 公斤炸药的巨能弹头，瞬间产生的爆炸可以将坦克击穿。在理论上，4式反坦克刺雷可以炸穿倾斜度60度的100毫米装甲，基本上当时所有的美军坦克都能被击毁，当然进攻的士兵也会变得稀碎。4式反坦克刺雷采用的是双重保险，除了安全销以外，另一个是在安全销拔掉后，弹体外壳末端的套管和手柄之间因为受到外力会发生一定的位移，相当于切断了引爆线，然后当刺雷上的支腿撞到坦克车体时，套管伸缩就会触发弹体内的雷管，进而引爆战斗部。这样看来，4式反坦克刺雷的威力还是不错的。当刺雷以90度撞击坦克时，可以穿透约15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60度时，穿甲厚度也有100毫米。当时美制的谢尔曼也只有38毫米的侧装甲。
而各型 LVT 履带式两栖车的装甲只会更薄，所以4式反坦克刺雷足以对美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致命打击。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在现实中，正因为这家伙是双保险，导致它难以发挥出预期的效果。日本当时设计制造的技术不够，导致撞击引爆所需的撞击力要求太高，实战中勇士们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法做到正常的引爆，而且它的设计是90度才能完美引爆，在现实情况中，无论是持握方式还是战场的环境，都很难达到完美引爆的要求。最后再加上这类武器和人都是一次性的，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可谈，全凭个人战士的悟性。在1944年莱特岛战役时，4式反坦克刺雷首次投入实战，在后来菲律宾群岛争夺战和冲绳战役中也出现过他的身影。然后按照美国军方在1945年3月的报告中的说法，敌军使用此武器攻击我方坦克的尝试无一例外均遭遇了失败。即便这种说法有水分，但刺雷的实际效果很差，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因此美军讥笑4式反坦克刺雷为傻瓜雷。4式反坦克刺雷与日军其他特工兵器不同，刺雷的传奇一直延续到了战后。随着日本的投降，大量的刺雷被遗留在海外，成了越南、菲律宾的部落武器，尤其是当年留给越盟部队刺雷，更是成了越南军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象征符号。这恐怕是当年日军所万万没想到的吧。从日军研发出来的各种反坦克武器来看，他们其实一直想要设计出一款高效、便携、威力强的单兵反坦克武器，只不过总是有点事与愿违罢了。一直到德国的铁拳问世，日本才重新开始设计单兵反坦克武器，但不知道为何，日本只是借鉴了铁拳战斗部的空心装药技术，设计了具有日本特色的4式反坦克刺雷，并没有选择设计一款像铁拳一样的发射型武器。4式反坦克刺雷虽然制造简单、产量巨大，但却没有取得更多的战果。总之一句话，玩这个要看你命硬不硬。你还知道哪些战争中的另类武器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